发生什么事？离开国王湖后，我们从慕尼黑出发，前往瑞士的第二大城市 Zurich。如果想看我们之前在国王湖精彩的影片，请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哦。哇，天气好好啊！Oh my god！抵达 Zurich 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瑞士半价卡 Half-Fare Pass， 这样我们就能在瑞士用58%折扣优惠，无限次乘搭火车、缆车、巴士与游船。瑞士交通优惠卡有几种，不知道如何选择？不要害怕，让我们的小博士为你解释。来，上视频。你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在安排瑞士的行程的时候，不知道应该要选择 Swiss Travel Pass 还是 Swiss Half-Fare Card 呢？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Swiss Travel Pass 和 Swiss Half-Fare Card 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那首先我们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要去的点先列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一次会从 Zurich 去 Interlaken， 再到 Grindelwald， 再到 Zermatt， 然后回到 Zurich。所有的火车票价就如右边的这个图表这样，那这一共是需要170.2欧元的火车票。那 Swiss Travel Pass 本身是有分3天、6天、8天以及12天的选择。那这次我们以8天作为标准，因为我们所列的行程都可以在8天以内完成。那 Swiss Travel Pass 8天的通票的价格是389欧元，而 Swiss Half-Fare Card 呢，它是一个月的月票。那有了这个月票之后，你就可以以半价购买所有瑞士的公共交通工具的票。那这个月票的价格呢，原价是120欧元。那这时候我们就非常懊恼啦，我们应该要先付120欧元来得到58%的折扣，还是直接付389欧元来包括所有的火车票价呢？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喽。那 Swiss Travel Pass 的原价是389欧元， Swiss Half-Fare Card 呢是120欧元。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购买 Swiss Travel Pass 的话，这个170.2欧元的火车票就不需要再付了。而 Swiss Half-Fare Card 呢，则需要付58%的，所以一共是需要付85.1欧元。而如果你接下来还有计划要到 Top of Europe、Haderkrum、Golden Grad 以及 Glacier Express 的话，你可以参考这里的这个列表。那你可以看到 Swiss Travel Pass 以及 Swiss Half-Fare Card 都有不同的折扣，比如说 Top of Europe 的话，原价213.8欧元。那使用 Swiss Travel Pass 的话，折扣过后的价格是141.8欧元，而使用 Half-Fare Card 的话，就会折58%，那是106.9欧元。那剩余的你就可以参考以下的这个价钱表这里。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数目都总结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 Swiss Travel Pass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昂贵的，因为它总共需要597.05欧元，而使用 Swiss Half-Fare Card 的话呢，一共只需要493.25欧元。所以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在瑞士的行程需要省钱的话呢，我们是非常的推荐 Swiss Half-Fare Card 的。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必须要先提早买票，因为它不是通票的关系，所以每一次当你要乘搭交通工具的时候，你都必须要提前订票。而订票了之后，你就必须要根据火车或者是巴士的时间去乘搭你的交通工具。相对来说，这个价格也比较便宜。如果你是使用 Swiss Travel Pass 的话呢，它的价格比较贵，但是你就可以有flexibility， 你就可以去不用烦你要搭火车或者搭巴士的时间。那如果你在瑞士是需要到很多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会比较建议使用 Swiss Travel Pass， 因为所有的交通工具已经包括在 Swiss Travel Pass 里面了，你就有更多的自由去选择不一样的交通工具以及不一样的时间点来环游整个 Switzerland。耶，我们现在出发去 Interlaken。 OK， 出发，拜。我们就住在河边，然后后面就是哈德库的车站，然后后面这边就是雪山了，可怕，快走！
这次我们选择了一间位于 Interlaken Ops Train Station 附近的连锁青年旅馆 Youth Hostel， 从火车站走路大概5分钟就能到达，附近还有巴士站，地理位置极佳。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商场 Co-op， 可以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真的很方便。酒店有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餐厅和自行车出租服务。在 check in 后，他们会给你一张小地图，你可以用小地图免费乘搭当地特定地区的巴士来看看 Interlaken 的城镇。真的很不错，这里也有提供早餐，就是很普通的早餐，有面包、谷粮、酸奶、乳酪、培根、果汁、咖啡等。吃早餐啊！吃早餐啊！早餐有面包，很多面包。啊，已经吃面包2个礼拜，1个礼拜多了，还在吃面包，很好吃。催眠自己，有各种不同的活动，有的人吃白面包，有的吃这个，有一点麦的，那你掺一点下去啊，就是另外一茶点，两边催眠自己动，要不然哦，你这边哦活不下去，你会死的，你一吃，你没有钱吃饱啫。哈德昆离我们青年旅馆大概5分钟的路程，非常靠近。我们寄放了行李后就出发啦。哈德昆需要搭缆车上去，车班维持30分钟一班，车次算是相当多的哟。但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哈德昆的开放时间是从4月至11月，营业时间也是会有更动。我们去的那一天后，听说哈德昆就下雪了，就没办法上去了。我们是算是很幸运的。现在我们在哪里？在哈德昆买票去山上。我们现在是1点半，下一班有1点40分的车，等下4点40分最后要下来就可以。Im Restaurant mit Sonnenterrasse und Aussichtssteg. Bienvenue au Ardères Téléphérique Top-Interlaken. 乘搭上哈德昆的缆车已经开通100多年，来回车票为34瑞士法郎，但我们用半价卡只需舍弃瑞士法郎哦。这是哈德昆吗？这边是1323米海拔的一个地方，前面就是 Interlaken 的城市。还有雪山，前面可以看到什么山？脚，什么？永丰哟，圣女山，还有矮个山。我们实在是太饿了，上山后就冲去哈德昆景观餐厅。外面好冷，我们就没办法坐在餐厅的露台区用餐，要不然沉浸在阿尔卑斯山的怀抱中，看着美景，吃着美食，实在是太爽了。终于吃到辣椒酱，cheese sauce salad。有些人讲不好吃，但是这很好吃。炸物都是好吃的啦。对，但是这炸物也没炸到很老，炸到刚刚好。哈德昆上著名的悬空三角景观平台，可以号称是 Interlaken 最美的景致之处。虽然哈德昆海拔只有1321公尺，但位置绝佳。从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双湖 Lake Thun 和 Lake Breeze， 还有对面的埃格峰、圣吕峰和少女峰。现在就看大片吧。
们现在坐在第一排的那个缆车这边，可以看着这个缆车滑着下来。我们刚才从山上下来了，现在的时间大概是3:30多分，我们要去下一个地点，去看羚羊。Let's go。羚羊这样叫咩？没来听。咩？羚羊有叫了没？这个羚羊园的动物园，然后羚羊不要理我们，我们要伤心的回家了。拜拜！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订阅，还有按下小铃铛。按下小铃铛。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羚羊，拜拜。拜拜。